曾经印吹死挺，今日突秀红旗。某些名人的身份变换呢，那速度真是比1945年还快。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最近这2年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在很多领域上差距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我们的组织能力优势让我们在应对疫情灾害的过程中能够快速有效解决问题，能够很好的把一些问题呢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避免扩散。包括一些台湾的一些电视主持人原来都讲说，我们过去看这个疫情这个武汉也好，湖北也好，他们能做到把这个疫区控制住，让别的地方是封住，这边防那边守。这个事情只有中国能做得好，台湾的主持人这么说嘛。所以对比一些美国、印度还有中国台湾呢，很多人感慨说此生无悔入华夏。我想绝大部分老百姓说这话呢，大伙儿都不奇怪。偏偏这2天呢，有个名人也做了一期节目，节目里边呢，他是一身的黑衣，外边是黑的，里边呢倒是衬着一身大红中衣给自己一个黑皮红心的感觉，行走在了好像是个湖边，我听那口气好像是武汉东湖边上，侃侃而谈，言语中呢字字珠玑对西方充满了蔑视，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体制，无比骄傲地说高下立判，而且呢还要甩甩他的那种男款长发，要把他的如沐春风的潇洒得甩出来。全国这么多媒体名人，绝大多数人这么说都可以鼓舞人心，偏偏这位真把网民们给恶心坏了。大伙儿说这个人怎么也开始突然秀红旗了，怎么也开始歌颂真正的祖国，而不是歌颂他的精神祖国了呢？因为大伙儿都记得，就这位名人曾经说过印度多么平和，你看那大街上没有多少警察，贫民窟里边没什么小偷。你看这个印度北京上海比比，北京上海虽然发达，比伦敦发达，但人民不幸福哪像那个印度人那样总是笑呵呵的呀。至于说到为什么中印战争中国赢了，他说因为印度人爱好和平崇尚和平不尚武，感情62年那一仗还是印度人让着我们的。再说到医疗，人家说了印度全民全民医保免费医疗，哪像咱们这儿医患关系那么紧张，整天闹来闹去的。结果呢，就这么一个浓眉大眼的这么一位印吹死挺大 V， 居然也背叛新德里了呀！大伙儿能不惊讶吗？这还不算他以前说美国是对中国最好的国家，从来没有对不起中国等等等等。那么现在怎么改口了呢？这种改口有2种可能性，一种呢是真的面对现实幡然悔悟了，很有可能因为现在接受现实的人很多嘛，接受教育了嘛。不过呢，貌似我们也没有从他的这个潇洒里看到对过去的言论有过什么解释，有过什么道歉，这不太像是醒悟的样子。不仅呢不是醒悟的样子，倒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或者说自古以来，他都对中国的制度优势认识的无比深刻，现在站在湖边上春风得意指点江山。那么还有一种可能，这人是个俊杰，只不过呢是加引号那种俊杰，很识时务眼看着形势不对了，优势对比很明显了，群众爱听的也不一样了，不再喜欢有人吹美国吹印度了，这位呢就赶紧改换主题，改换内容。原来他眼中中国的各种不好，现在一说出来全都是瞬间变成了优势。原来说国外的各种美妙，到今天他嘴里边就变成了各种问题，被他鄙视的是一钱不值。就这么摇身一变，他就能继续做节目，还能继续出书，还能把他的栏目坚持下去，还能有很多的读者观众，还能把钱接着挣下去。这个本事过去有不少人还挺掌握的。比如说有些人1945年8月以前和1945年8月以后都能在南京政府当上大官，而且能一直混到1949年呢。其实呢，除了他这样的俊杰还有不少，就是不知道在网络有记忆这个年代，如果你拿不出一个郑重的解释，没有真正的反省，你这个形象，你这个变身还能不能混到下一个1949年？好，关于某些大 V 秀的红旗到底是真红还是假红，我们等几年再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咱们下期再聊。